欢迎来到走马观尘的频道。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，敬请点赞加订阅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白话版《聊斋志异·画皮》，作者蒲松龄。太原有个姓王的书生，早晨在路上行走，遇到了一个女郎，抱着个包袱，独自一人急急地奔走，步履似乎很吃力。王生连忙快跑几步追上了她，原来是个16、17岁的秀美女子，心里很喜欢她。王生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天不亮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路上走呢？”那女子说：“你是一个过路行人，也不能替我分担忧愁，又何必要问呢？”王生说：“你有什么忧愁？我也许能出力帮忙，一定不推辞。”女子脸色悲伤地说：“我的父母贪图钱财，把我卖给一个富贵人家当小老婆。那家的大老婆特别嫉妒，早晨骂晚上打的欺辱我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，想逃得远远的。”王生问他：“你想到哪里去呢？”女子说：“我是一个正在逃亡的人，哪里有一定的去处。”王生说：“我的家离这儿不远，就麻烦你到我那里委屈一下吧。”那女子很高兴地同意了。王生就替她携带着包袱物件，领着她一起回了家。女子四下一看，见屋里没有别人，就问：“你怎么没有家眷呢？”王生回答说：“这是我的书房。”女子说：“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如果先生怜爱我，让我活下去，请一定要保守秘密，不要泄露给别人。”王生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当晚王生就和他同床共枕了。王生把他藏匿在密室当中，过了许多天，别人都不知道。后来王生把这件事稍稍透露给了妻子。妻子陈氏听说后，怀疑那女子是豪门大族家逃亡的姬妾，劝王生打发她走。王生却执意不听。有一天，王生偶尔到街市上去，遇见了一个道士。那道士一见王生，就十分惊愕地问：“你最近遇见什么人了吗？”王生回答说：“没有呀。”道士说：“你全身都被邪气缠绕着，怎么还说没有？”王生极力辩白，说是没有。道士便叹息着走了，说：“真让人不明白呀，世界上居然有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的人。”王生觉得他的话非同寻常，就有些怀疑那个女子了。他又转念一想，她明明白白的是个美丽的女郎，怎么会是个妖怪呢？心想倒是没准是借口镇妖除怪来谋取钱财的。不一会儿，他走到了书房门口，看见大门从里面插着，没法进去。他心里对这种做法有些怀疑，于是翻过一道残破的墙进了院子，只见内室门也关着。他就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偷看，只见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鬼，脸色发青，牙齿又尖又长像锯齿一样，正把一张人皮铺在床上，手里拿着彩色画笔在描绘。画完之后，恶鬼扔下画笔，举起人皮，像抖动衣服一样的把人皮披在身上，于是就变成了美丽的女子。王生亲眼看见这个情形后，万分恐惧，像野兽一样四肢着地爬了出去。他急忙去追寻道士，但那道士已经不知去向了。王生到处找了个遍，才在郊外遇见了道士。他跪在道士面前苦苦求救。道士说：“那就让我把他赶走吧，这东西修炼的也不容易，刚刚能找到顶替的人，可以投胎为人了，我也不忍心就伤了他的性命。”于是把手里的拂尘交给王生，让他挂在卧室的门口。临到分手的时候，道士又与王生约定以后在青帝庙见面。王生回去以后不敢进书斋，就睡在家里的内室，悬挂起了拂尘。到了夜里1更时分，他忽然听见门外响起了嘁嘁喳喳的声音。王生吓得连头看也不敢，就让妻子去悄悄看一看。只见那个女子走了过来，望见挂在门口的拂尘，不敢进门，站在那里咬牙切齿，过了很久才离去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来了，厉声骂道：“那倒是想吓唬我，我才不敢罢休呢，难道要我把吃到口的肉吐出来吗？”说完，取下拂尘就撕成了碎片，又撞坏卧室的门冲了进来。那鬼直接爬上王生的床，把王生的胸腹抓裂，挖出心脏就离开了。妻子尖声哭嚎起来。丫鬟拿着蜡烛来一照，见王生已经死去，腹腔里血肉模糊，乱七八糟的。妻子陈氏吓得不敢声张，只能忍气吞声地流眼泪。第二天早晨，陈氏让王生的弟弟二郎跑去告诉道士。道士愤怒地说：“我本来还可怜他，这恶鬼竟敢如此猖狂。”
立即随着王生的弟弟来到王生家里。那女子已经不见了踪影。道士抬起头来四下张望，说：幸亏他还没有逃远。道士又问：南院是谁家？王二郎说：是我的房舍。道士说：现在那鬼就在你家里。王二郎感到十分愕然，以为没有这回事儿。道士问他是否曾经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来过。王二郎说：我一大早就跑到青帝庙去找您，实在不知道，让我回家去问问。说完就离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来说：果然是有。早晨来了一个老太太，想受雇在我家做仆人，我的妻子把她留了下来，现在还在我家里没走。道士说：就是这家伙了。于是大家一起到了王二郎家。道士手持木剑，站在庭院当中，高声叫道：造孽的恶鬼，赔我的浮尘来！那老太太在屋子里大惊失色，出了门就要逃跑。道士追上前去，用木剑击打她。老太太跌倒了，人皮哗的一声裂开，脱落在地上，现出了恶鬼的原形。她卧在地上，像猪一样嚎叫着。道士用木剑砍下恶鬼的头，他的身子又变成一股浓烟，环绕在地上聚成了一堆。道士拿出一个葫芦，拔去塞子，然后放在烟堆当中，只听得嗖嗖直响，像是有人用口吸气似的。转眼之间，烟就被葫芦吸得干干净净。道士把葫芦塞上口，放进行囊里。大家再去看地上的那张人皮，只见眉毛、眼睛、手、脚没有一样不具备。道士卷起那张人皮，像卷画轴一样哗哗作响，也放在行囊里，然后告别大家，准备离去。陈氏跪拜在门前，哭着哀求道士用回生之法救活王生。道士表示自己无能无力。陈氏更加悲痛，跪伏在地上不肯起来。道士沉思了片刻，说：我的法术疏浅，实在是不能起死回生。我只给你一个人，他或许能，你前去求他试试，应当会有效果。陈氏问：是什么人？道士说：街市上有一个疯子，时常躺在粪土当中，你试着去对他叩头哀求，如果他发狂侮辱夫人，夫人你也不要生气。王二郎也熟识那个疯子，于是他告别道士后，与嫂嫂陈氏一同去找那个疯子。到了那里，只见一个要饭的乞丐在路上疯疯癫癫地唱着歌，鼻涕拖得3尺长，身上污秽腥臭的让人无法靠近。陈氏跪着用膝盖挪到他面前。乞丐笑着说：美人爱我吗？陈氏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。乞丐又大笑说：人人都可以做你的丈夫，把他救活做什么？陈氏还是一再的哀求。乞丐就说：真是怪事，人死了还来求我救活他，我难道是阎罗王吗？说完就恼怒地用讨饭棍击打陈氏。陈氏忍着痛挨他的痛打。这时街市上围观的人渐渐已经挤得像一堵墙了。乞丐又咳出痰和口水来，吐了满满的一把，举向陈氏的嘴边说：吃了它。陈氏的脸涨得通红，面有难色，但又想起道士嘱咐他不要怕侮辱，就强忍着恶心一口口吞吃下去。只觉得那痰咽到喉咙中，硬得像一团棉絮，咯咯地想着往下走，聚结在胸口停住了。乞丐又大笑着说：美人爱我呀！于是起身便走，不再理睬陈氏。陈氏和二郎又尾随他到了庙里，想靠近前去哀求，却找不到他。他们前前后后都搜遍，也毫无踪影，只好又羞愧又气恨地回了家。陈氏回到家里，既哀痛丈夫死得这样悲惨，又悔恨自己舔吃了别人弹唾的羞辱，呼天抢地的哀啼，只求自己立即死去。她想给丈夫抹干血污，收敛尸体，但家人都吓得远远地站着，没有人敢靠近。陈氏只好自己抱起王生的尸身，收拾留在肚子外面的肠子，一边清理一边嚎啕大哭。当他哭到声嘶力竭的时候，顿时觉得想要呕吐，感到聚结在胸腹间的那个硬块突然从喉咙中涌出，他来不及转过头去，那东西已经一下子落到了王生的胸腔中。陈氏吃惊的一看，竟然是一颗人心在王生胸腔里突突地跳动着，冒着像烟雾一样的腾腾热气。陈氏大为惊奇，急忙用2手合起王生的胸腔，
极力向一起几何，稍稍一松动，就看见一缕缕的热气从缝隙里冒出来，于是撕开丝绸，急忙把王生的胸腹裹紧。这时他在用手抚摸尸体，已经觉得渐渐有些温热了，就又给王生盖上一床棉被。半夜他起来探视，发现王生的鼻孔里已经有了些气息。到第二天天亮，王生竟然活过来了。他只说恍恍惚惚，好像做梦一样，只觉得肚子那儿在隐隐作痛。再一看被抓破的地方，结了个铜钱那么大的硬痂。过了不久，王生就痊愈了。意思是说，世界上的人真愚蠢啊！明明是妖怪，他却以为是美女。愚蠢的人也真执迷不悟啊！明明是忠告，他却认为是期望。然而他爱别人的美色而去贪得无厌的猎取，自己的妻子也将会去舔吃别人的痰唾，并把它当成美味。人的善恶都会按照天理得到相应的回报，只不过又蠢又混的人始终不悟罢了。真是可爱呀！